现在30万左右的 SUV 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，不像是10几万的入门车型卷性价比，可以提高成本，加入更多的功能，营造品牌性格，也不像百万级的豪车那样有固定的受众人群。所以呢，在这个价位如何选好一台车，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挺难的题目。特斯拉 Model Y 推出了换新版，小米的预期 Max 我也刚提不久。当然了，熟悉我的朋友肯定也都知道，我之前呢还有一台智界的 R7。这3辆车呀，虽然都是相同的级别，但又有不同的定位，那它们之间该怎么选择呢？现在啊，新能源车呢，已经把动力还有配置上的差距缩小了很多，所以设计，特别是车辆的外形设计，决定了不少人购车的第一印象。说到底，工业的外观设计呢，可以分为外观主导还有功能主导2大类。这3台车当中啊，特斯拉 Model Y 无疑是标准的功能主导的产品，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，特斯拉 Model Y 呢，它都极度的克制，挑不出任何的优缺点。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电车里边的无印良品。简化操作，把输入输出设备全部集成在一块大屏幕里，大大降低了学习成本还有生产成本。当然代价呢也是很明显的，很多人不喜欢这样的毛坯风。小米预期呢则是相反的风格，外观主导，先把外形定好了，再在此基础上呢设计功能。去年速七宣发的时候啊，强调2倍的轮高比，今年预期呢又强调3倍的车身比，花费大量的宣发成本，就是为了告诉你，这车很好看。但美呢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服装设计啊有功能性还有时尚性的矛盾，汽车设计呢也不例外。小米预期的造型啊非常帅，风阻呢却是 2.45， 换新版的 Model Y 呢是 2.2， 智界 R7 呢是 2.19。 好看的造型呢势必会侵占车内的空间，影响功能，这是有理论基础的。这个冯伯伦说过啊，时尚本质是非理性和无用的。所以呢，在为好看买单之前，真得仔细掂量掂量。智界 R7 啊，在设计上不是为了追求视觉上的激进感，而是呢做了一些更为实用化的取舍。比如呢，它把前挡风玻璃的位置往前移，把车尾的线条呢也拉得很高，整体轮廓呀会显得更为饱满。这样做的好处呢是把更多的空间呀留给车内，尤其是后排的头部还有储物区域，更小的风阻系数，更大的空间利用率，带来的呢是家用场景的体验感大幅提升。后排的抽屉、物理的遮阳帘、副驾的双开储物盒，也都是从日常使用角度出发的，没太多的噱头，但是呢确实挺好用的。咱们同屏啊对比3台车的车内空间，直观的头部和膝部空间，我们统一测试后排的乘坐体验。小米预期呢是比较紧凑的 ，Model Y 啊稍好一些。智界 R7 呢相对更为宽松，而且呢空间表现啊不应该是靠把这个坐垫缩短、坐姿降低来换取的。另外，如果你在意副驾的这个舒适体验，那差距呢就更为明显了。智界 R7 的零重力座椅呢支持18项的电动调节，躺倒之后腿托、靠背、腰部支撑全部都能调节，进入方式呢也很方便。中高配车型啊都是一个标准配备，关键是入门车型呢现在也有限时的权益可以免费送。小米的预期呢，目前也是限时免费送这个功能。那至于 Model Y，就是个普通的座椅，也不能选装。在储物空间上 ，Model Y 走的是极简风，确实呢很规整，但是东西啊没地儿放。2辆国产车呢就好很多，像水杯、手机、冷饮、衣服都有专门的收纳的孔位。总的来说啊，3台车的乘坐体验呢各有侧重。对我个人而言，智界 R7 的音响也是一大亮点，和预期呢是不相上下的。刚才呢，我们从外观设计聊到了功能配置。其实啊，我有点私心，认为智界 R7 呢是3台车当中更适合家用的。那么下面进入重点，就是辅助驾驶还有续航功能，这3台车究竟能差多少？现在大家呢看一下我自己的增程版的智界 R7 的能耗。
这个虽然是增程版本呀，但是平时呢基本都是用纯电行驶，近100公里的平均电耗呢是在16上下。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，我们换了一台纯电版的 GT-R27。先来看看辅助驾驶风格的差别。特斯拉呢虽然花了64000元，却没有等到 FSD 的推送，也就不参加此次测试了。小米预期和 GT-R27 呢则都支持城市领航。GT-R27 呢是搭载了华为 ADS 3.3.2 这个版本，小米呢则是 HAD 端到端的辅助驾驶。这3台车呀同时出发，从龙南湖中路停车场途经潘家园市场、武汉大厦、菜市场到京海湖的风景区。这个刚出停车场，小米呢就出现了向右抢方向盘，接管了1次。这个紧接着呢环岛下桥失败，接管了2次。期间呢 R27 呢一直是正常的行驶，不过呀风格呀有点激进。识别到拥堵呢，就要立刻的变线。11点50分，小米右侧来车接管3次。与此同时呢 ，R27 呢被一位横穿马路的行人拦在了路中间。潘家园的路况呀不服不行，后续 R27 呢又遇到了自行车、公交车都有试图变线超车的动作，但是呢因为路况呀过于复杂，基本都是到一半然后停下来等待。小米呢在这个时候选错了车道，所以不得已更换路线，又连续发生了多次的错车失败，提示接管。这个时候啊，2台车的距离是很远的，所以呢，对讲机已经收不到信号了。辅助驾驶已退出。12点10分，GT-R27丝滑的进入了3环主路，并且呢还加了个塞儿。走左侧3车道。预期呢则是在广渠路上向5环奔去。进入环路之后啊，这2台车的表现呢是很难分出高下的，车距、居中、车速都保持得非常好。接近收费站的时候啊，小米再次提示接管。R27呢不降级通过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们这台车没有开通 ETC， 不得不接管走人工通道。期间呢有短暂的降雨，还有施工路段，这2台车呢均没有出现降级或者退出的情况，表现可圈可点。结果小米预期接管12次，GT-R27呢接管5次。抛去 ETC 的影响，实际呢 R27接管了3次。当然呢，这也和路况还有实时变化有关，但至少能看出来啊，各家的智驾的策略还是有差异的。返程的时候，我们从京海湖到东6环的京教充电站，3辆车呢同时满电出发，并且这个交替头车破风，全程呢是75公里，平均时速呢是59公里。到达目的地之后啊，3台车剩余电量非常接近，在同品牌的快充桩进行补能计时，因为这个满充桩啊只有1根，所以呢我们手动设置特斯拉最高呢只能充到98%。最后特斯拉补能14.082度。小米预期补能12.086度 ，GT-R27 补能11.648度。换算后呢，100公里电耗如下。3台车的补能表现呢都在主流水平。R27和预期呢，因为用的都是800伏的高压平台，所以呢充电功率啊比较高。视频呢录到现在已经不短了，但是还有一点是我们必须要说的，那就是主被动安全。这个新能源车呀，不仅辅助驾驶要做得好，主动安全呢也要比燃油车更有优势。拍过这么多新能源车，不管是混动的还是纯电的，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呢，成绩啊普遍都比较好。尤其今天的3台车都是很强的车型，所以呢，基础的假人假车也不浪费时间进行测试了，直接上难度。我们第一个测试项目是避让桩桶，常见于高速或者封闭路段，车道呢逐渐的收紧，如果人走神了，车也没有反应过来，很容易撞到施工区域。3辆车呢都是以时速100公里每小时开启辅助驾驶。GT-R27和小米预期呢都能提前一个路口识别桩桶，并且提示减速，顺利避让。特斯拉呢仅能识别，但是没有做任何的动作，只能手动接管。第2个项目，消失前车的升级版，模拟高速跟车情况。这个前车呀迅速消失之后，距离不足以 AEB 介入刹停的情况之下，车辆能否主动的避让？如果再次遇到障碍物，能否再次刹停或者避让？这差不多呢是主动避让的满级难度了。GT-R27仍然是时速100公里开启辅助驾驶，前车突然变线之后，立刻识别到前面的假车，以 AES 系统的迅速干预避让，紧接着在面对假人时再次避让，整个过程在瞬间完成，有惊无险。小米预期呢在同样的条件下测试2次均以失败告终。尽管能够识别假车，但仅有减速动作，由于距离太短，2次呢都把假车撞到了绿化带里。特斯拉只有声音提示，也未能通过测试，最终也撞上了假车。最后一项测试呢，就是麋鹿测试。紧急状况下呀，还是得靠驾驶员手动避让。麋鹿测试成绩呢，可以直接反映车辆的操控稳定性。
场地呢按照国际标准来布置。提前说明一下，因为早午温差大，并且每辆车的轮胎状态呢也不同，所以呢测试结果仅供参考。特斯拉最高时速呢是76公里通过，挑战时速80公里出现了轻微的甩尾，但是整体呢是很有信心并且可控的。小米预期呢最高时速73公里，紧急变线的时候呢有些许的吃力，两次测试结果相同。GT-R7最高时速呢是74公里，和预期的体感呢是比较类似的。同在运动模式之下，动力来的更柔和可控一些。最后结尾咱们简单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。Model Y 呢整体呢依然是成熟的方案，3电稳定，开起来呢也不折腾，更适合追求那些实用并且长期持有的用户。小米预期呢设计风格呢更为鲜明，科技感更浓，适合喜欢尝鲜又想要大动力的人。GT-R7呢在空间配置还有辅助驾驶这些方面呢考虑的要更为细致。作为家用车来说呀，确实让我省了不少心。当然了，车呢是没有绝对的好与坏的，只有合不合适你自己。所以呢，别光听我说，结合你自己的用车场景，多看多试。欢迎留言说说你是怎么选择的。